大家好，今天是9月12号，比特币自9号的视频跟朋友们提醒，19500是你空方最后的防线，这个位置过，你应该进场去追多，甚至20200过也要进场去追，20500过也应该追。那现在价格已经来到21700美金附近，根本就不给压回的机会。你如果真的没有仓位的朋友，我是希望你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追，套不死人的。那今天视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4个小时的量价形态是非常的漂亮，以及它的 Vegas 也是非常的漂亮，或者是昨天跟大家聊到的目前的行情在复制去年7月份的行情，除了昨天那几个支持点，其他的指标 MACD 或者是别的一些支持点，还有没有值得去参考的？包括周线、月线怎么配合，行情就是往上去看。然后另外要跟大家聊一下避难法则，美股跟 A 股。它都是在牛市的牛回头位置，你不要去怀疑。我一直跟大家讲，美股看多 ，A 股也是看多哦。那今天给的点位这一个20900要怎么来判断？等下要来跟大家谈到，包括昨天的以太坊也是首次修正到1680，目前还是在1680的买点，昨天是略微有压回了一次。你不要去追啊，以太坊可能会做一个杯柄的形状，你可以参考昨天的视频，还是在这个1680。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并要 OK 永久返用 20%， 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哦，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它真的就是不给压回，单根上涨这么强的一个走势，横盘整理全部都是在这个收盘价的上方，这种是属于超强势的一个整理形态。那如果我们要看整理的形态，昨天有跟大家讲过，你还要再找买点。它也不一定会压得很深，比如说这个位置啊，这是在7月份的这一波走势，后面是有一个奔走型整理再压回，就是这个区间你也要防一手，但是它压的并不深啊，现在是又过还是一样，你看一下还有没有压回。如果你清仓了，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有仓位。至于刚刚给的那个20900的点位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有讲到，你不一定要去看4个小时的这个20MA， 它会上移的。昨天是在20600，那今天已经来到21200美金附近了。不过我给的一个点位是，你不要看这个均线，现在参考意义不大，有可能这整个区间都是整理。就这根 K 线的低点20900附近啊，不一定会压到这个平台，因为太明显了，一根下杀的表态，这几天天天在讲。它如果是养套杀，慢慢跌是最好，但是单根就体现出主力的意图。它先洗了多头，把多头全部洗下车，就是横盘，又上去又把空头洗下车，都是单根啊。这是在对照，就是类似那种塔形的形态，有一点变形啊。那我们再观察一下1个小时的单根跌破，是不是也是单根？然后30分钟，是不是也是单根？单根直接抵抗。虽然后面有重心有低点，所以4个小时、1个小时、30分钟看的是非常明显。那现在4个小时的量价形态，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你觉得漂不漂亮？这整理的形态、量价形态非常的漂亮啊。跌的时候根本就没量啊，混量放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量，整理的时候就是没量，它涨的时候全部都是在放量。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Vegas 指标，这不是已经要金叉了嘛？其实早在前几天就跟大家讲，有可能当时在高位576跟676的平均价格，目前已经来到这个位置，还有1-2天，马上就来到这个位置。你横一条直线过去，全部都是踩在脚下，就是这个区间该再映照这个区间，而且144的这个通道全部都在这个低位啊。反正目前就是要金叉的结构，那你就不要怀疑，压回全部都是买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线啊，日线除了昨天讲到的几个支持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MACD。昨天讲到就是这一波的行情，它是一步吞了这一个20MA， 而且它的区间跟去年7月份的这个区间就是非常的像。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平台，这边不是陷阱嘛？那这也是一个平台。讲了一段时间，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陷阱。那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已经是过了 20MA， 这边是过了 20MA， 红色的这一条啊，短期是来到 60MA， 60MA 是走平的，谈不上支撑跟压力，就类似这个位置。它过 60MA 的时候 ，MACD 过0轴，
那老技术派过零轴，那不就是多方区吗？压回全部都是买点，套不死了。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零轴啊，它后面是拉到这么高的位置才有一次压回，就是昨天讲的这个技术点，你可以去回顾昨天的视频。那还有一个技术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 KDJ 指标是在80上方，80上方书籍上是讲这个位置是超买区，你不能追。那我跟大家讲，你要追是套不死了，就是这样子反正它在超买区这个位置，白色的这一条过了80，后面就是一直在80上方强势钝化，死叉也是买点，再上去就是这样子。反正你尽量去观察吧。它现在是已经白线已经来到80的上方，能来到80的上方，你再去看4个小时。它就是回的不深了，根本就不想回下去，一直在80上方钝化，死叉就是买点。短期虽然是4个小时这个250 MA 有一点压力，那我们要看一下250 MA 的成本区间，其实也是很近可能再来一根，这边就全部踩在脚下，这上面的全部解放，所以尽量给我报吧。那我们再观察一个知识点它现在日线是在金叉，还有周线是不是金叉？周线金叉级别是更大，当然短期如果上去的话，你要去留意一下昨天讲到的21800，我估计可能很轻松就会挑战。那下一个压力位就是在23000美金附近或者是22900，就昨天的那个位置。当然周线里面还有一个位置是在这一条红色的20 MA， 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观察一下这边会不会有压力，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嘛，20 MA 还有几周，1周、2周、3周、4周、5周、6周、7周，现在只剩7周了，前一波的时候还有12周，所以这一次挑战20 MA 的时候也要去留意，如果万一过的时候，你到时候就不要再去追了，看有没有压回，因为这一条线有下牵引的作用。那除了我们周期的配合，现在是这一个周线在金叉，月线这一波能不能搞到把月线也给走成金叉的结构？历史上的底部有跟大家讲过几次，18年的底部它就是因为来到0的下方是一个超卖区，它就是一个区间，你等到真的月线金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周线吧，周线你可以细心的看一下，当时去年5到7月份的这个区间是不是整理的一个区间，现在周线也是整理的一个区间，金叉金叉再压回再金叉，你就尽量看一下吧，应该还有高点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其实很少跟大家聊到那个美股跟 A 股，为什么我一直看好美股跟 A 股？比如说这个标普500，这是不是一个 ABC？ 当然中间我没有去数单看这个高点就是 B 浪的高点，波浪理论如果来到 B 浪的位置挑战不过，有可能 B 点是一个空点，但是它直接给我挑战。当然这前波可能整个大级别这样子才是一个 ABC， 我是在看这个位置 ABC 的这个 B 点过的时候压回，其实它是在洗牛回头的位置因为历史上的股市经历过这种位置也是买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股市，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也是一个，如果这边是一个 ABC， 或者是这里面也是一个 ABC， B 浪法的 B 点波浪理论过的时候压回来就是买点。至于压回来的比例我没有去计算因为没有做的这么短。长线有朋友都知道5月份到现在的话，我自己的有一档股票已经翻了1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个位置，它其实就类似这个位置中国的科技指数18年的一个行情，这边上去是不是压回来了这个位置？为什么？它过了，这边是一个 B 浪法则 ，B 点给过。按正常的话 ，B 点是很难过，有时候 B 点是空点，就是想跟大家讲，不要去看空美股当然，明天也要去留意一下，明天有很重要的一件事件，美国的 CPI 要再公布，会不会从 8.5 再往下转折？预测值是在 8.1， 明天会不会有大涨？因为现在比特币感觉还是在横盘就整个日线全部都是在横盘的结构。短期有一个 B 浪法则的点位就是这个位置，还差了那么一点没有过所以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它横盘是不是为了等明天的一个消息？那还有另外昨天有跟大家讲到以太坊，你不要去看空它，它既然 ABC 调整这个 B 点位置能过，
目前的形态有可能就类似昨天视频跟大家讲，杯柄的形状突破，它会有一个压回的柄。如果真的要走一个柄，那你就观察1680还有没有买点2次的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